沙漠玫瑰一直以来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盆栽，它不但有大大的肚子，还能开满头的花朵。除此之外，花花最近了解到，沙漠玫瑰也有其独特的风水作用。据说，将沙漠玫瑰放置在家中，可起到开运旺运等作用。同时，沙漠玫瑰还能够吸收有害气体，保障家人的健康。因此，养沙漠玫瑰不仅能够美化家居环境，还有很好的风水作用。花花推荐每个人都养一盆，享受盆栽带来的热情的、积极的生活态度的同时，还能走大运哦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介绍一下沙漠玫瑰的寓意和8个养护小技巧。如果你不在意风水的效果，可以直接跳转到第3点的养护介绍。1. 沙漠玫瑰风水。在中国古代，种树种花都是很有讲究的，甚至还有一些俗语出现，其中有一句是前不栽桑，后不栽柳，院中不栽鬼摆手。这大概的意思是桑这个字就是丧，不吉利，所以他们觉得在院子里种植桑不太好。与之相反，有一些植物特别适合种植在家里。过往有句老话还说，住宅里有4树，代代出富翁，可见这4种树的寓意不错，养一棵驱除霉运，100年后或许能成为传家宝，是越养越值钱的盆景树。这4种树分别是月季、火棘、发财树和沙漠玫瑰。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讲沙漠玫瑰的风水禁忌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人们常常将一些特定的植物与财富和好运联系在一起，希望通过这些植物来招财进宝、发大财。而沙漠玫瑰作为一种生长于荒漠地区的植物，不仅因为其独特的形态和花色而备受喜爱，还被视为一种能够招财进宝的幸运植物。人们相信它能够为家庭带来财富和好运，因此许多人选择在家中养护沙漠玫瑰，以期获得财富的滋润和好运的降临。在五行中，沙漠玫瑰属于土属性，而在家居风水中，土属性被看作是稳定、持久的，可帮助家庭保持平衡与和谐。因此，在摆放沙漠玫瑰时，要结合五行学说，选择合适的位置，既可充分发挥沙漠玫瑰的风水作用，也更有意义。养沙漠玫瑰风水不仅好，而且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沙漠玫瑰是一种能够调节生态环境的植物，在大气污染严重的城市家居中，养沙漠玫瑰可以有效净化室内空气，改善环境，保护身体健康。除此之外，沙漠玫瑰有开运旺运的风水作用，因为沙漠玫瑰喜欢阳光，适合摆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有利于给家里带来好的运势，有利于家庭关系的和睦幸福。如果沙漠玫瑰开花很旺盛，预示着会有好的事情发生，事业上也会有提升，学业会有所收获。因此，在家中养沙漠玫瑰风水意义也是非常好的。2. 摆放位置。沙漠玫瑰又名麒麟花，因其独特的造型和鲜艳的花朵，成为许多人钟爱的家居装饰。但在风水中，沙漠玫瑰的摆放也有一些禁忌需要注意，否则可能对家运和个人运势造成负面影响。1. 避免卧室。沙漠玫瑰不适合摆放在卧室。沙漠玫瑰虽美，但是因为全株含有毒性，在养护时尽量远离卧室。卧室这个位置，从风水角度来说，关于健康运势，因而不宜摆放这种有毒植物，以免损害身体健康。此外，沙漠玫瑰不适合摆放在卧室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会释放出一种刺激性的气味，影响睡眠质量，让人感到烦躁不安。2. 远离厨房。在养护沙漠玫瑰的时候，也要尽量远离厨房或者餐厅等位置。厨房油烟重，空气不清新，而沙漠玫瑰喜清新自然的空气环境，因此沙漠玫瑰在养护时要注意通风和空气清新。此外，厨房油烟还会污染花朵，影响观赏性。而且厨房和餐厅也是关乎健康运势，沙漠玫瑰有毒的属性不适宜摆放在这2个地方。3. 客厅事宜。客厅适合摆放沙漠玫瑰。客厅是家人团聚、接待客人的场所，在这一位置摆放招财进宝的沙漠玫瑰，能够增强家庭和谐，提升家庭的整体运势。4. 阳台也适合沙漠玫瑰。阳台温暖通风，在这里摆一盆沙漠玫瑰，能够使家人的气运更旺，身体健康，福寿延绵。5.
单株为宜，沙漠玫瑰不宜摆放过多，一般1盆即可，否则容易引起口舌之争，破坏家庭和睦。6. 搭配有讲究，沙漠玫瑰不宜与其他开花植物摆放在一起，否则会互相争抢养分，导致花朵枯萎。7. 西北角不摆放，沙漠玫瑰不宜摆放在西北方位，因为西北方位在风水中属金，与沙漠玫瑰的木属性相克。8. 颜色忌讳，沙漠玫瑰的花色非常丰富，花友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，但是最好不要选择红色或紫色，因为这些颜色在风水中属火，与沙漠玫瑰的木属性相克，容易招致灾难。9. 正确养护，沙漠玫瑰如果养护不当，不仅会影响沙漠玫瑰的生长，还会对家运造成负面影响。沙漠玫瑰喜光照，需要将其摆放在向阳的位置，以利于其生长。同时应注意避免浇水过多，保持土壤微湿即可。沙漠玫瑰的摆放看似简单，实则暗藏玄机。遵循这些禁忌，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沙漠玫瑰的正面作用，趋吉避害，带来好运。3. 养好需要注意9件事。第1件事，需要多少光照时间。沙漠玫瑰耐热力强，因此我们在养护它的过程中，并不需要去刻意遮挡阳光。尽管每天从早晒到晚也不怕，越晒开花越多，就怕你没有给予它足够光照的条件，要不怎么会叫它傻妹呢？对了，要是花盆正对太阳升起的东方，光线会更好哦。第2件事，多久浇水一次？沙漠玫瑰多久浇水一次呢？这个问题就有点多余了，既然暴晒都不怕，那耐旱力也很厉害，就没必要数着天数去给它补充水分了。你看它的茎干大得像个小肚子，体内可储存有不少水分呢。当然也不能太久不去浇水，我们可以捏一捏它的叶子，有点小软了，说明它体内的水分快要耗尽了，差不多可以去浇水了。第3件事，需要配什么土？沙漠玫瑰用什么土呢？不需要刻意去准备一堆植料，用腐叶土加上一些细沙就可以。花也会用多肉土来养护，加上细沙可以起到疏松土壤的效果，让土壤更透气，根系也会长得更健壮。毕竟养花，第1件事就是要把根基养好。第4件事，是否需要施肥？任何植物，无论是在生长期还是花期，养分肯定是需要的，就像一个孕育的妈妈，体内不补充营养，怎么能孕育出健康的小孩呢？提醒，给沙漠玫瑰施肥，最重要的不是多久施一次肥，而是用的什么肥，怎么用。生长期是枝叶分化的旺盛期，这时候不需要偏施磷肥，使用氮钾肥就好，每隔2周左右追肥一次。花期前1个月左右就可以停止氮钾肥的使用，改施磷钾肥，为花期做好准备。到了花期，刚好能促进开花，提供充足的养分给枝头上的花蕾花苞，还能延长沙漠玫瑰的开花时间。第5件事，是否需要修剪？沙漠玫瑰也有承受不住压力的时候，当它植株小，枝头上的花苞却很多，远超正常数量时，应该给它进行修剪，把部分花苞修剪掉，每个枝头只留最多3个花苞即可。如果叶片繁茂，建议将部分叶子剪除，直到有缝隙可以通风，否则叶片过于茂密，后期容易黑腐。第6件事，哪个品种更好养？不管是哪个品种的沙漠玫瑰，易养程度都是一样的，没有多大区别。总之记住3个词就好：耐旱、耐热、易爆花。第7件事，适合送人吗？沙漠玫瑰花色不同，白色的花不适合送人了，红色的可以送人，有着初恋之花的美称，就像是花丛中的一位娇羞少女，适合送给对象哦。第8件事，叶黄一定是病害吗？并不是叶黄就一定是病害，也有可能是新陈代谢，老化的叶片会慢慢的发黄枯萎掉落，然后分化出新的叶芽，壮大植株。如果是迅速的发黄的话，才是病害，就要检查好根系是否有腐烂的情况。腐烂的根系要及时脱盆修剪，并且以多菌灵喷洒伤口杀菌，晾干再重新上盆。最后要说的是，沙漠玫瑰属于多肉植物的一种，想要养得非常好的话，室外露养环境会比室内有优势。沙漠玫瑰你养了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以上就是今天要分享的内容，欢迎点阅并打开小铃铛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别忘记给花花点个赞。
有任何养护问题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